欢迎回到加密妈咪的频道。今天我要讲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比特币概念股。不少朋友跟我一样，除了加密货币之外，也有在关注或者投资美股。一般来说，我们在看美股的时候，特别会关注公司的基本面，比如说它主营业务的商品或者是服务的销售，通常这个会影响到美股的股价。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有一天这个美股的股价跟它的主营业务居然没有关系，而是跟比特币的价格上涨下跌有关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世界疯了？其实这个世界并没有疯，这只是一个发展的过程。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把比特币作为战略储备，或者是购入比特币，甚至让比特币持有成为它的主营业务。这一些公司呢，我们归类为比特币概念股。比特币概念股到底有多少分类，以及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些比特币概念股？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提一下，今天所谈到的美股或者是比特币，在 Bybit 上面都能够交易。Bybit 是全球前3大加密货币交易所，提供多元的现货币种跟足够的市场深度。目前新用户储值100U 还可以额外获得100U 的迎新礼。如果你还没有加密货币交易所的账号，欢迎你透过我的注册链接在描述栏里，这也是支持我频道的一种方式哦。什么是比特币概念股？这些公司不是单纯的持有比特币而已，他们的整套商业模式，包括他们的币价涨幅，都跟比特币的命运紧紧的绑在一起。不管是比特币上涨、下跌，甚至减半事件发生或黑天鹅事件发生的时候，都会影响这些比特币概念股的股价。在过去几年，这个领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前大家都认为比特币只是一个投机的工具，但自从2020年 MicroStrategy 开始把比特币放进公司资产负债表之后，整个局面就变了。这股风潮把比特币从小众的边缘资产推向了主流机构投资的舞台。而且非常有趣的是，这些公司其实都很不一样。我今天把它们大约分成了4大类，我们了解这些分类的区别，了解这些公司的区别，对于您在投资这个新兴市场会很有帮助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第一个分类。第一个分类就是战略储备型的公司。战略储备型的公司基本上就是把比特币当作是核心资产储备。这一类型的公司，它原则上就是把自己的股票变成了投资比特币的另外一种方式。虽然原本的生意还继续在做，但是真正影响股价的其实是他们手中的那些比特币的价值。说到这类的公司 ，MicroStrategy 绝对是领头羊，他们是这个玩法的开创者，也是最成功的范例。我们把它的策略叫做股债币循环。他们会发行新股票，然后跟低利率的可转公司贷，把募到的钱拿去买比特币，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很强的正向循环。当比特币价格涨的时候， MicroStrategy 股价也跟着飙，然后这也让他们更容易再发行股票或债券来募资，然后购买更多的比特币。那当然股价又跟着继续往上走。截至最新的数据，他们已经持有将近64万枚了。对于比特币概念股有兴趣的朋友，推荐大家一个网站，这个叫做 BitcoinTreasuries.net。 这个网站收集的资料我们来看一下。进入这个网站的话，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前100个上市公司，他们是以比特币持有量来排列的。第一名就是 MicroStrategy， 目前持有量是63万8千枚。全部的前100名上市公司，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他们总持有量已经超过了100万枚比特币。那我们可以深入这每一家公司去看一下，我们看一下 Strategy 它目前的持有量以及它的购入成本，这边都写得很清楚，他们持有量是这么多，然后购入成本 MicroStrategy 的购入成本17万3每一枚。那下面还会有更多的数据，比如说 MicroStrategy 的股价，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上涨或下跌，其实它在购入比特币的时程是没有改变的。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做的记录，在 MicroStrategy 这边你可以看到每个笑脸都是购入比特币，这近2年来它购入比特币的时间点，你可以看到不管是股价上涨或下跌，它购入比特币的决心并没有改变。所以整体来说 MicroStrategy 自从公布了它这个购入比特币的战略储备跟策略之后呢，股价就已经上涨了。好，这个是 MicroStrategy 的部分。那么除了 MicroStrategy 之外，另外一家很值得关注的就是日本的，我们说它是日本的 MicroStrategy， 这家公司叫做 MetaPlanet。 目前在全世界排名是第6名，持有比特币1360枚。我们可以仔细去看一下它的细节。自从 MicroPlanet 正式公布他们要开始购入比特币之后呢，他们股价也是大涨。这家公司是什么？这家公司原本是做日本东京的旅游跟餐饮业的，但是在疫情的期间，它其实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以至于股价大跌。但是它自从宣布要学 MicroStrategy， 它的股价就暴涨。
暴涨了1000倍，很猛啊！我也看到它现在的比特币持有量是不断来增加，虽然近期它的股价有点下跌，但是只要比特币价格还在上涨的话，他们公司的股价也是有一定的支撑。还有另外一家公司也很值得关注的，就是一家医疗公司，它叫做 Sampler Scientific。Sampler Scientific 它其实是一家传产，它是医疗公司，它目前排名是不知道是第几名，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已经把它叫出来了。它目前持有5021枚比特币，然后购入成本是89000。那这代表了什么？这代表说连传统产业都开始将比特币放入资产里面，也反映了比特币在公开市场中地位的转变。那这一部分呢是比特币战略储备型公司。接下来呢是比特币矿企，就是以挖矿业务为主的这些上市公司。这些公司呢也是整个比特币网络的骨干，因为他们透过提供算力来验证交易，保护网络的安全。他们主要收入是来自于挖到的新币，还有交易手续费。那这个类型代表公司呢有 Marathon、Riot 跟 Hut 8。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Marathon， 在前100大呢 Marathon Digital 目前排名是第2名，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持有5万多枚的比特币。他们的策略已经有点修正了，他们原来的策略是挖到的比特币就是他们的主要营收，挖到就卖，但是现在已经稍微调整成 HODL 策略，也就是说他们挖到的比特币他们会以持有为主。比特币4年周期对 Marathon Digital 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了因应这个挑战，他们也不得不调整他们的策略，也就是现在的 HODL 策略。那么除了 HODL 比特币之外，他们也优化他们的运营，然后提高他们的效率。目前他们还在做业务的多元化，比如说他把他的优势延伸到数位能源跟高效运算这一边，就是 HPC 的数据中心。那这一部分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 AI 产业来说也是一个刚需。我们来进入 Marathon Digital 来看一下，因为他们是挖矿公司，我们可以看它目前持有，但是它就没有平均购入价了，因为很大一部分是他们自己挖到的。在股价的表现其实会跟4年周期有比较一致的表现，这个大概就是 Marathon Digital 的状况。在挖矿公司，另外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是 Riot Platform。Riot 是以电力管理出名的，他们的电力成本非常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他们低到每千瓦只要2.6美分。这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如果拿台电在2023年的成本来比较的话，台电的成本是一度电4.17新台币。Riot 的电力成本是2.6美分千瓦时，我们如果把它换成台币的话，大概就是0.832台币一度电，跟我们台电的4.17一度电来比，是不是便宜非常多？所以目前 Riot 也在积极的转型成数据中心，因为挖矿这部分在有限的比特币前提之下，挖出来的这个奖励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他们也必须要调整他们运营的方向。目前他们有高效发电这个优势，它就积极的转型成数据平台，为 AI 运算提供服务。这个策略让他们的估值不再只受到挖矿产业周期的影响。当然，除了这2家公司之外，其他还有像 Hut 8啊、CleanSpark， 这些都是以比特币挖矿为主的比特币概念股。接着我们说第3类型的比特币概念股，这类型的公司呢是属于基础设施跟服务的提供商，他们为比特币的生态系统提供服务来赚钱。在这个领域里面要提到的龙头老大就是 Coinbase， 它目前排名应该是在第10名左右，持有的比特币量是11700多枚。他们的主要收入是来自于手续费跟市场交易跟波动相关的收入。虽然最新的财报显示他们的主营收入正在下降，但是 Coinbase 现在正在积极的拓展他们的产品线，从单纯的现货交易平台逐渐的加入一些合约交易啊，甚至什么都可以交易的金融交易平台，包括美股等等。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Coinbase 的比特币持有状况，我们进入 Coinbase 看一下，目前持有117000。它这边没有平均购入成本，主要是因为 Coinbase 的主营业务并不是直接依赖比特币持有，所以它在这一部分是不需要去公布，在财报上它是不需要去公布他们的实际购入价格，所以这边 Treasuries.net 就没有收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类型的公司，他们的股价跟比特币的涨跌幅就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反而是跟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的熊市牛市状态有比较大的关系。但是当 Coinbase 逐渐的从依赖加密货币到纳入更广泛的金融产品之后，这个相关性也会弱化掉。另外一家值得关注的这一类型的公司是 Square， 它的前身是 Square， 那现在是叫做 Block.inc。
它的代号是 XYZ。说到这家公司，也要提一下它的创始人，就是 Jack Dorsey。Jack Dorsey 其实也是在科技界的一个元老，之前他是推特的老板，然后后来卖给了 Elon Musk。Jack Dorsey 在 Block 的产品有一个 App 叫做 Cash App， 这个 Cash App 其实是一个支付的 APP， 它让消费端的消费者可以通过这个 App去买比特币，然后当然也是做日常的支付，甚至缴税等等。他们把比特币整合进他们的 Cash App 的核心业务，主打的就是一站式金融了。目前有超过2100万个活跃用户都可以透过这个 Cash App 去购买比特币。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资本战略，就是他们会用他们跟比特币产品相关的收入的毛利的10%继续用来回购比特币。可以看一下 Block 在比特币目前的持有状况，它目前持有8692枚比特币，平均购入成本是相当的低，因为他们很早就开始购入比特币，所以目前是3万。OK， 这是第3类型的公司。最后一种就是间接投资公司，这也是我们第4类型的公司。那么这一类型的公司对于传统投资来说很重要，因为这些间接投资工具，比如说像是比特币 ETF 或者信托，它的价值几乎跟比特币现货价格是完全的联动，那为投资人提供更纯粹的价格追踪。这一类型的资产自从2024年在美国的比特币现货 ETF 获得批准之后呢，整个转势爆发了。那目前来说 BlackRock 的 IBIT、Fidelity 的 FBTC， 甚至还有 Grayscale， 他们从信托转型到 ETF， 这3家占有主导的地位，费率都很有竞争力。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在整个比特币持有的占比。我们在 Bitcoin Treasuries.net 往下滑到最下面就有一个目前比特币的分布量，我们可以看到绿色这一块就是 ETF 跟基金，那目前的最大的持有量就是 BlackRock 的 IBIT、Grayscale 跟 Fidelity， 这一部分算是比较间接的投资，但是也是比较保守的投资，因为它的价格跟比特币直接相关，但是透过基金，不管是从法规上来讲也好，或者是稳定度上来讲也好，也是比较安全的。而且投资 ETF 另外的好处就是它流动性很高，很方便，你不用直接处理持有比特币的技术问题，比如说什么冷钱包、密码，你都不用担心这些。对于传统投资人来说，它就是很方便交给基金管理人。当然缺点就是它的手续费、它的管理费会慢慢吃掉你的长期报酬。如果在台湾要投资比特币现货的 ETF 的话，可以透过副委托，比如说像元大富邦的副委托，或者是透过海外券商去购买。那我们现在对次类型的比特币概念公司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作为一个美股投资人来说的，如果你想要投资比特币概念，应该怎么去思考它呢？我接下来说当然不是投资建议，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分享。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会从2个最大的方向来考虑。第一个就是自己对于风险的接受度到底有多高，然后第二个跟自己的长期投资规划也有相关性。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4类的公司它的优势跟劣势。那第一类型的公司就是比特币战略储备公司。如果你是一个比较积极的投资人，你偏好高贝塔值，也长期看好比特币的成长，那这类型的公司呢可能非常适合你。不过呢，相对应的风险其实也是有的。第一个就是它的估值可能过高。在这一类型的公司，我们通常看的一个估值叫做 NAV， 在刚刚的 Treasuries.net 网站呢也有这个数值，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 Bitcoin Treasuries.net， 如果你进入到公司子页去看的话，在下方我们这边有 NAV Basic、NAV Diluted， 然后最下面继续滑。在这个图表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股价的表现跟它的风险值。橘色的这一条线就是 NAV Multipliers。这个 NAV Multipliers 用来评估跟衡量公司市值相对于其比特币资产价值的溢价或者是折价。这个数值在衡量战略型储备的公司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如果这个数值高过1的话，它其实就有一点溢价过高、估值过高的风险。第二个风险当然就是所谓的流动性风险，比如说公司遇到资金紧张状况的时候，或者是熊市股价大幅下跌，比特币价格大幅下跌的时候，公司可能会为了投资，然后被迫在不利的时机出售比特币，然后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连锁反应，这个属于战略储备公司。但是在牛市的时候呢，这型的公司却因为它的高贝塔值，你确实可以透过杠杆效应放大你的收益。如果你看好这个基础设施投资公司的话，比如说挖矿公司啊，因为我们现在在 AI 时代的矿企它的转型已经开始朝向 HPC 这方向去转移。不过你还是要注意，这类型的公司除了它本身具有的一些比如说算力难度、电力成本跟设备折旧这些运营的复杂度之外，它在转型上面能不能成功，这也是需要考虑
虑的。而且如果说转型没有完全成功，在熊市的时候可能会面临现金流急剧恶化的风险。接着，如果你是属于一个比较保守，投资风险也偏好比较低，只想要方便然后低成本的比特币价格保险，那么 ETF 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了，因为它基本上不需要什么操作，而且它有专业经理人来负责管理，现在的手续费也相对来讲比较低啊。如果你的资金量比较大，而且你对于风险的偏好是希望比较没有风险的，你的基金就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当然啦，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会选择这个多元化的基础设施公司，就是提供服务，为比特币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公司，比如说像 Coinbase Block， 因为这些公司他们有多元化的收入来源，它不完全依赖比特币的价格。一旦有网络效应，而且网络效应形成之后呢，用户基数跟生态系统就可以形成他们商业的护城河。随着加密货币采用率提升，这些公司将会是长期的受益者。以上就是我对这4类型比特币概念美股的一些投资的策略跟一些想法。那如果你对这方面也有兴趣，可以去思考自己的风险承受程度以及自己的投资策略是什么，千万不要盲目买进。虽然比特币的本身是长期看好的，但是这些比特币概念并不单纯只跟比特币价格直接绑定，所以说在投资之前，你还是应该先了解一下每一家公司的运营主营业务是什么，然后他们面临的风险有哪些，就像是你投资其他的一般美股一样，该做足的功课还是要做足。我希望在今天影片之后，你对于比特币生态系以及比特币概念美股有更深入的了解。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未来对于比特币或者是其他加密货币的分析。我是加密妈咪，我们下次见喽，拜拜。